我们这代人长大后，发现最赚钱的是当个包租公。一位澳大利亚年轻人在网上写下了这句话。2025年，一份调查显示，只有大约20%的澳大利亚年轻人认为自己这辈子能拥有一套房。似乎人类的痛苦并不分国界。今天我们来看看，为什么一个资源大国，年轻人却越来越难买房子。澳大利亚的年轻人现在买房有多困难？用房价收入比来看，全国已经到了8.2倍。悉尼是10倍。一个普通家庭如果每年只能存下15%的税前收入，需要11年才够20%首付。在国际标准里，8倍以上就被定义为严重不可负担。澳洲已经超限了，但澳大利亚是一个人均 GDP 全球前列，中位家庭年收入接近10万澳元的高收入国家。按这个收入水平，买房应该比大多数地方更容易。现在却只有20%的澳洲年轻人相信自己这辈子能拥有一套房。这就出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房价这么高，但投资房市场却依然非常的火热。因为在澳大利亚买投资房这件事，政府在帮你兜底。2个政策，听完你就明白了。第一个，负扣税。你买了一套投资房出租，租金不够还贷款和各种费用，每年亏了2万块。没事，这个亏损可以直接从你的工资收入里扣掉，少交所得税。亏得越多，省税越多。第二个，资本利得税50%折扣。持有超过1年卖掉投资房，假设赚了100万，只有50万需要交税。2个政策叠在一起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亏了有税收补贴兜底，赚了只交1半的税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，澳大利亚财政部数据显示，澳洲资本获利折扣福利金75%流向50岁以上群体，35岁以下年轻人只拿到4%。用批评者的话来说，这2个政策实际是一台财富再分配机器。把年轻人作为租客支付的租金，作为纳税人缴纳的税收，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些政策转移到已经拥有多套房产的老一辈手里。所以，澳大利亚年轻人的困境不只是房价高，而是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台财富机器。但这台机器似乎并没有为他们服务。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十分依赖移民。截至2025年9月的12个月内，澳大利亚人口增加了大约42万人，海外净移民就贡献了31万人左右。在过去10年里，净海外移民贡献了澳大利亚总人口增长的约66%。人来了就要有地方住，但澳大利亚的新建住房供应却是远远不足，这也导致了澳大利亚的租房市场极度紧张，全国空置率只有1.1%。如果一个城市里面1000套房子，只有11套没租出去，你会选择投资房地产吗？有些城市更夸张，布里斯班0.8%，珀斯0.6%，霍巴特0.5%。房东根本都不担心房子租不出去。不过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。2020年疫情期间12个月内，澳大利亚的净海外移民流出接近9万人。移民少了，但房价反而涨了。到2021年年底，全国房价上涨了超过20%。不过这个问题我们先放着，看完下一段你就明白了。澳大利亚有个外号叫 Lucky Country 幸运国，这个名字最早出自一个本土作家，他的原意是嘲讽。这个国家资源太好了，躺着都能赢，根本不需要努力。结果现在却成了它的国际标签。澳大利亚的资源真的很丰富，铁矿石出口世界第1，煤炭、液化天然气出口全球前3，还有黄金、稀土和新能源电动车用到的锂也稳居世界前列。而中国则长期是澳大利亚矿产和能源最大的单一买家。2003到2014年。顺应着中国城市化和大基建浪潮，叠加铁矿石价格长期高位，澳大利亚迎来了一轮超级大矿潮。即使现在有所下滑，2024到2025财年，矿业和能源出口依然给澳大利亚带来接近4000亿澳元的外汇收入，比隔壁新西兰一整年的 GDP 还要高，其中700多亿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。资源的繁荣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富效应。也正是这份底气，疫情期间，虽然接近9万净移民流出，但澳大利亚依然敢大放水。低利率政策叠加巨额财政补贴，把短暂的人口流失完全对冲，钱和信心反而进一步蹦进了房地产，把资源红利又一次资产化了。可以说，矿业和能源、移民、房地产就是澳大利亚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3驾马车。矿业和能源把钱赚进来，移民填补劳动力缺口，又撑起了国内的消费和住房需求。房地产把这2股红利锁住，3驾马车长期共振，相互强化。自1991年起，连续29年，澳大利亚没有经历过一次经济衰退。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这个幸运国也是安然无恙。尽管2020年因为疫情被打断，随后也是强势反弹。第一季度全国房价整体还涨了2.1%，但内部开始显现出一些分化。悉尼、墨尔本，澳大利亚最大的2座城市，房价开始小幅回调，一些高端郊区跌得更多。与此同时，珀斯、布里斯班这些中型城市还在继续上涨。这背后似乎在反映这套矿把钱赚进来，移民把需求撑起来，房地产把红利锁住的组合拳开始有所松动。铁矿石出口收入已经从2023到2024财年的高位开始下滑，2024到2025财年约1160亿澳元，官方预测2026到2027财年将进一步降至1070亿左右。澳大利亚铁矿石最大单一买家中国进口来源正在逐步多元化，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度依赖澳大利亚。2025年底，全球最大未开发的高品位铁矿几内亚的西芒杜铁矿项目正式落地。西芒杜的铁矿品位是65%，比澳大利亚主流矿石还要高。2026年初已经发出首批高品位矿石运抵中国。我们再看移民，2022到2023财年，澳大利亚净海外移民冲到历史高位，接近54万人，但到2024到2025财年已经回落到30.6万。政府有意收紧，移民数也在减速，两驾马车同时在放缓，没以前那么顺畅了。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，2026年3月，澳大利亚和欧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，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打开关键矿产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，锂、钴、镍这些新能源产业需要的东西，澳大利亚想卖给更多人，不只是中国。与此同时，政府拿出12亿澳元建立关键矿产战略储备，鼓励在本土做更多下游加工，不再只是挖出来就卖原矿石。澳大利亚也在不断调整这套增长组合。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为什么澳大利亚年轻人越来越难买房子？过去30年，澳大利亚形成了一套非常稳定的增长模式，矿产和能源把钱赚进来，带来了海量财富，移民持续支撑着国内需求，而房地产则是把这两股红利锁进了资产价格，或者我们可以说私人财富。有房的人水涨船高，没房的人上车门槛越来越高。更关键的是，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这2个政策，把资源红利和工资收入进一步引导进了投资房，房价就被这么持续推高，财富也越来越往老一辈手里集中。换句话说，资源红利被牢牢锁进了私人资产价格里，没有更多的普惠到所有人，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。澳大利亚的故事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的故事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。你的关注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浪浪，我们下期见。